太平军中备南蓟卷，上江宁里归小池。金陵是雄踞江南的首要之城，自古以来就有天堑的称号，不仅是自六朝以来历代帝王的建都之所，即便对我们国家而言，金陵也是督府开设官署、八旗将军驻防镇守的要地，其重要性相比其他省会城市更为显著。咸丰3年春天，岳匪自九江、安庆顺流而下，短短10来天时间，其兵锋所至，北取维扬，东占京口，其阵势有如展开的双翼。相比昔日的天堑之称，实在是大相径庭。幸亏向忠武公率军追击东下，驻兵于孝陵卫，扼守要冲，使其不能肆意诸突猛进，让距离金陵城较远的乡村得以暂时幸免于贼兵祸害。咸丰6年5月，清军江南大营被攻破，向忠武退守丹阳，不久后在军中病逝。朝廷随即任命江南提督何春为钦差大臣，接手统管原向忠武属下的军队，又任命张国良为副将。张国良原是向忠武麾下的首席大将，因此能够继承发扬此前的战功。他先后收复溧水、句容，攻占镇江，并再度进军至金陵城外扎营。咸丰10年正月，张国良攻克九福州，2月又夺取上关、下关，这一连串孤军奋战的显赫功绩，堪称江南大营之冠。只是张国良本为降将出身，如今与他共事的也不再是昔日的向忠武，有识之士目睹这种局面，无不暗自担忧。当时江苏、安徽境内的各路清军正连连获胜，长江以南、浙江东西部地区的人们，无论贵贱，都以为平定匪患的战事即将大功告成，却没想到月寇带来的灾祸将会从3面同时袭来，真是可悲啊！我家住在聚宝门外乐丰乡，距离金陵城大约50里，又叫夏庄。这里山环水绕，向来被称为安乐之地。我们家族聚居在此已经有10几代人了。先前江南大营被攻破时，曾被路过的贼兵骚扰了10多天，因为提前躲避我们家才得以幸免。当时贼军也假藉安抚百姓的名义，愚弄平民大众，但实际上还没有侵扰民间。可是到了闰3月望日，清军江南大营再次被攻破后，和张两帅仍旧退守丹阳，但张帅随即战死。城内外的凶悍贼兵群起肆意抢掠，我家才因此遭了大难。我更是深为懊悔，没有像6年5月那次一样提前逃走。起初，和张两帅挥军挖掘长壕，围困金陵，使城里的贼军因粮草断绝，几乎陷入绝境。清军以为胜利指日可待，以致将官骄纵，兵勇散漫，而贼军中的悍勇狡黠之徒却在谋划围魏救赵之际。于是伪忠王李秀成、伪士王李世贤、伪辅王杨辅清等各率领10几万大军从安徽攻入浙江。杭州告急，1天之内好几封紧急求援的白羽信接连飞驰送达，清军江南大营不得不分兵前往救援，导致包围金陵的兵力因此被削弱。此时军饷又掌管在何帅手里，每45天才发放1个月的粮饷，将士们怨气冲天，军心涣散。只是由于感念张帅的恩德，才没有立即爆发。当时太平军中的将领如忠王李秀成、英王陈玉成、士王李世贤、辅王杨辅清等人，要么勇猛善战，要么老练多谋，皆是一时的豪杰。而当时江南地区的清军将领半数是庸碌无能之辈，却又骄横凶狠，欺压百姓残暴有余，抵御贼寇却能力不足。虽然有张国良这样能征善战的将领，却得不到重用。那时担任两江总督的何贵清借口筹措军饷，率军驻扎于毗陵，只顾拥兵自保。当江南大营军情危急，求援的白羽信如流星般飞来时，他竟扣住军饷不发，截留将领不派，令息兵马拒不救援，最终导致江南大营再次被攻破，整个战局彻底崩溃。追根溯源，造成这场惨败的罪魁祸首正是何贵清。上文中李小池所描述的原委自然是实情，只是由于当时朝廷忌讳极深，下笔多有顾忌，所记述的内容远不及实情的1/1000。现在特收录无锡薛书云先生所著《昆明和帅市县苏常氏全文》一篇，以资佐证。虽然薛氏身为清朝的臣子，文章里仍然有不少委婉袒护的内容，但读者可以从中举一反三，了解到当时局势的概况。薛氏的原文写道：兵部尚书、两江总督何贵清，字根云，昆明人，出身寒微，20岁中进士，进入翰林院，后来按资历逐步升迁至侍郎。在担任江苏学政期间，正值粤匪袭扰长江南北地区之际，他常命幕僚起草奏书，向朝廷陈述军事策略，弹劾那些畏缩退避、贻误战事的地方官员，言辞大多理直气壮，不留情面。咸丰皇帝赏识他的才能和气魄，将他改任为浙江巡抚，那时他还不到40岁。担任浙江巡抚数年后，通判徐辉因嫉妒同僚王有龄快速升任道员，
越级上告巡抚举荐不公。何帅上奏陈述事情原委时，言辞略显激烈，皇帝因此责备了他，被迫称病辞职还乡。何帅启程返乡后，恰好这时两江总督职位空缺，咸丰皇帝询问军机大臣们，这个官职以筹措军饷为核心，谁能够胜任？大学士彭运章上奏说，何贵卿在浙江任职时，负责供应徽州数万大军的粮饷，从未出现过短缺。皇帝赞同他的建议，于是任命何贵卿为两江总督。彭相与何帅本是同年进士，何帅对他一向恭敬有加，彭相也是极力的举荐他，认为他是能够克服困难、应对变局的杰出英才。何帅又大力推荐王有龄，称赞他筹办军饷精明干练，于是王有龄被提拔为江苏布政使。从此总督与藩司上下呼应，掌握了原本属于巡抚的军饷调配和官员考核大权，王有龄的权势也越发显赫。时任江苏巡抚赵德彻因办事不力，称病离职。不久后，帮办军务的提督张忠武功，国良率军攻克镇江，何帅因筹饷有功，被加封太子少保衔。咸丰10年正月，张公率领各军攻克九福州，何帅再次因筹饷之功，又加封太子太保衔。此时何帅深受朝廷宠幸，在军事上高谈阔论，其深谋远虑的名声广为流传，与湖北巡抚胡文忠公、林毅不相上下，天下人将他俩并称为何胡两公宝。张公攻克九福州后，又乘胜夺取上官、下关，随后与钦差大臣将宁将军中壮公何春一起加深壕沟，修筑堡垒，构筑起绵延的封锁线，以围困金陵。越寇首领洪秀全向江北、皖南地区的诸位将领陈玉成、李世贤、杨辅清、李秀成等人告急求援。李秀成不如其他贼将那样剽悍勇猛，是最后崛起的，但他颇为狡猾。他想要分散官军的兵力，就与其他将领商议说，官军的精锐部队都集中在金陵一带，而他们的粮饷来源在苏州、杭州。如今金陵城外的长壕已经筑成，官军内围外防，张国良又骁勇善战，直接攻打很难得手，不如派轻装部队从小路快速突袭杭州。杭州危急，苏州也必定震动。金陵大营的官军害怕我们切断他们的粮饷来源，必定会分兵紧急救援。我们趁大营兵力空虚时回军猛攻，踏破大营，那时苏州、杭州就都归我们所有了。于是李秀成亲率1000多名贼军精锐，突袭击溃了防守金县的清军，接着又攻陷金德。2月戊戌日，又攻陷广德，并攻破思安的清军营地，总兵李定泰战败逃走。贼军随后经安吉、武康一路直扑杭州。各地军情同时告急，咸丰皇帝命令何春监管浙江军务，提督张玉良统一指挥各路援浙清军，又从江南大营抽调2/5的兵力交给他管辖。张玉良领军途经苏州时，布政使王有龄特意挽留他2天，请他协助检查城防。2月壬戌日，贼军攻陷杭州，杭州将军瑞昌等人退守内城继续抵抗。3月丁卯日，张玉良的援军抵达杭州，与瑞昌内外夹击，贼军兵力单薄，经不起连续作战，当天晚上连夜撤退了。清军乘势反击，相继收复临安、孝丰、安吉等城。何帅上奏朝廷，称张玉良与王有龄秘密策划了收复杭州的军事行动，咸丰皇帝因此提拔王有龄为浙江巡抚。3月己卯日，何帅派遣总兵熊天喜、曾秉忠率领水陆两军，成功收复长兴。此时贼军侦察到江南大营的留守兵力越来越薄弱，便从浙江境内急速向西进军。贼军将领陈玉成、李世贤、杨辅清各自率领全部兵力，先后聚集于东坝。3月己酉日，贼军攻陷建平和东坝，随后又攻陷溧阳，并包围金坛。此前金陵大营驻有约7、8万兵勇，每月耗费军饷约50万两白银，这些军饷全靠江苏的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太仓以及浙江的杭州、嘉兴、湖州、宁波、绍兴等地供应。当时两江总督驻扎在常州，专门负责筹措军饷，从未发生过短缺，所以江南大营才能支撑长达8年之久。但是到了何张两帅扩招兵勇，增建围困金陵的封锁线之际，对军饷的需求也大幅增加。由于浙江战事告急，江南大营被迫分兵紧急救援，使军费开销骤增。此时浙江自顾不暇，再也无法继续支付饷银，粮台收入骤减，每月的军饷缺额高达20-30万两白银。何帅紧急致信和张二帅，提议从此以后改为每45天发放1个月的饷银。当时清军由于在前线长期驻扎，士兵虽然累积了作战经验，却养成了骄纵散漫的习气，终日酗酒嫖妓，荒淫无度。即使每月足额发饷，也往往不够花销。
等到简饷的消息突然传来时，全军上下无不怨气冲天。议长提督王俊深得何帅信任，把持军政大权，却趁机克扣军饷。随着军中不满情绪的累积，众人私下议论纷纷，如果贼军打来了，我们绝不出战，让大帅和议长自己看着办。贼军打算攻破江南大营，却故意佯装要进攻苏州、常州，以此迷惑清军。同时他们还另派一支队伍从溧阳进逼宜兴，攻入武进的下溪、黄里部一带，兵锋距离常州仅有40里。